对不起你们。其实我原本以为用郑琪的微博发出来，没有人会发现是我。我也没有想过要连累爹，我更不知道会闹得这么严重。郑琪是我的同学，发生了这种事情，我真的很同情他。他来找我，我不可能不帮忙。我觉得大家现在都别意气用事，事情还没有到无法挽回的地步。刚才邓曦骂了一大通，其实就是一个要求：删微博，道歉。事情是你干的，你得承担责任。我承担。我以个人的名义，我去道歉，发声明，甚至方彼得打我骂我都可以，我都认了。但是郑琪不能道歉，不能删微博，因为他是受害者。这就是你最真实的想法，是吗？很好。各位合伙人都在，那我也说几句心里话。从大学毕业开始，我就在为第二拼命，10几年了。第二的利益就是我的利益。所以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做出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从江达林接任总裁那天开始，一次又一次的因为鲁莽和不专业，给公司带来无数的麻烦和困难。所以我认为，江达林不具备带领我们前行的能力。所以我提议立即召开董事会，重新讨论总裁的任免。小错可忍，大错难容。既然江达林置我们所有人的利益不顾，那我就没什么话可说了。老规矩，举手表决吧。同意召开董事会的，请举手。我反对，不好意思。多大的事儿啊？至于吗？魏哲，你确定你想清楚了吗？你想清楚了吗？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逼宫。大火都烧到家门口了，现在我们不一致对外，在这搞内讧、搞政变。不安内怎么攘外？火源不灭，外面的火永远是烧不完。别在这吓唬人了。各位，这件事没这么复杂啊。CEA 那边，你们该道歉道歉，该安抚安抚，就跟他们说，这个案子是我魏哲以个人名义接的，跟 DL 跟江总都没关系。你幼稚不幼稚啊？你这个解释 CEA 能接受吗？你是谁？你是公司合伙人，高级副总裁。你接江达林接 DL 接有区别吗？这个合伙人我不做了，行不行？现在就去放消息，说我已经被 DL 开掉了，这件事跟你们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我从小到大没被别人这么指着鼻子骂过，全世界投资公司死光了，就剩这么一家了，没他们活不了了吗？为点投资尊严都不要了。现在就2条路，要么跟他们干，要么咱们认怂。反正我是不会认怂的，我会跟他们干到底。至于你们要不要跟我把关系撇清楚，你们自己考虑。
魏哲到底想干什么？这是公开要跟咱们对抗啊！你小声点儿。我就想让他们听见。哎，魏哲这么一直护着江达林，可就不讲理了。江达林今天犯这个错，魏哲至少得负一半的责任。他不是口口声声的说江达林是自己的学生吗？这就是他教出来的学生，2个人一丘之貉。Stella， 你发个话，怎么办吧？以魏哲的能力和资源，他根本用不着到第二来趟这趟浑水。我就不明白了，江达林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他靠什么搞定了魏哲？能有什么呀？不就是魏哲想追他吗？他就是为了维护江达林。我觉得魏哲应该不喜欢江达林这种类型的女人，她是不婚主义者，这一点我相信。她为什么呀？为了钱？为了名？难道是觊觎 DL 总裁的位置？那他想都别想。这事交给我，我去找邱总和蓝总谈，开董事会，罢免江达林。魏哲已经跳出来了，还怎么开董事会啊？江达林、李总、魏哲，他们加起来的股份比我们合伙人要多得多，话语权已经在他们手上了。那你的意思是，这事儿咱们就这么忍了？邓曦我是了解的，这件事情可以挽回的余地已经不大了。如果 CA 的投资彻底泡了汤，魏哲的客户资源对我们就太重要了。这个时候可不能让他出局啊！心字头上一把刀，该忍就得忍呐。转发32，评论141，发布时间19个小时。你们这条长微博除了提醒 CEA 有这回事儿以外，可以说是效果甚微。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吗？没有实锤，话题 OK， 性与暴力是极具关注度的2个话题，语言也有煽动性，但就是没有实实在在的证据，什么也说明不了。你要什么样的证据？图片啊，视频，或者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录音行吗？你有录音？我有。有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啊？我也是无意录到的，之前没有想好要不要公开。这不是魏哲说要证据吗？你喝醉了。我讲了多少？我没醉。可是我快喝醉了，我要先走了。别走，再陪陪我。你别这样，你真的喝醉了。你穿这裙子真的太美了，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男人都喜欢女人穿制服，太美了。Peter， 你别这样，你别这样。你的声音太美了，我知道你也喜欢我，是不是 ？Peter， 你别这样，别这样，求你了，你放开我 ，Peter， 放开我。这就是我要的实锤。路易斯，安排好了吗？安排好了，20家大营销号转发，3000水军支援。这件事要是上不了热搜第1，安东把脑袋摘下来给你。发，我摘。在当晚，我无意中用手机录了音，现将音频发布在这里。之前我一直犹豫，现在决定曝光这件事情，不光是为我自己。在 CEA， 像我这样的女分析师就有100多名，全行业更是不计其数。这其中有很多人和我一样是性骚扰的受害者。怎么了？没事儿。OK，我的车马上来了，要不我送你回家？不用了，我刚手机叫了车，而且我们方向不一样。其实你不用客气，我愿意送你回家，所以你住哪儿都是顺路。
真的不用了。车来了。行。不用了，不用了。哎 ，Sophie， 没事，来吧。真的不用了。我那个车马上就到了，而且临时爽约不大好。不好意思啊。OK， 明天见。Peter， 你别这样，你别这样。你的声音太美了。这其中有很多人和我一样是性骚扰的受害者。如果我不站出来揭露这些人的丑恶嘴脸，就会有更多女性受害。所以，我愿意做第一个揭开伤疤的人，替所有被性骚扰的女分析师讨一个公道。女性职场的权益不应该是说说而已，她们需要尊重。实锤，这就是实锤！一实锤下去，已经转发2000评论3000了。不行，我必须马上给老大打电话。放开我！哎，告诉魏总还在涨。方彼得先生，现在外面微博热搜提到的 Peter 是你，请问你对此有何看法？你打算怎样面对呢？你现在是要去公司上班吗？听说您曾经声称招人主要先看颜值，然后再看业务能力，什么事儿？跟此您有何解释？什么事儿 ？Peter 先生说一下吧。性骚扰是真的吗？喂 ，Peter， 你今天不要来公司，现在记者把公司的大门都堵上了。师兄，哎，你怎么来了？我之前不是说要跳槽吗？今天去一家公司面试，哎，我有点紧张。我刚好路过这儿来看看你，我也想让你给我鼓鼓劲儿。你一定没问题的。幸运小唐，加油！哦，对了，我看到郑清那条微博了，朋友圈都刷屏了都，听说是你干的。你魏同学能有这样的正义感，我真特别佩服。我支持你，你做得对。其实这次多亏了魏哲帮忙，不然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看来魏哲对你还挺好的。我挺佩服他的。你知道，在 DL 当总裁真的太难了。我妈说的对，我得好好的抓住他，好好的依靠他。哎，对了，你待会儿去哪个公司面试啊？哦，一个电商平台。这是一个新兴行业，哦，这个行业很有发展前景的，我们公司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那个 NewFace 你知道吧？他们马上要做一个新的买手类的电商平台，全案是交给我们的。是吗？哎呦，那你到时候可得多指点指点我，我也想在这个行业里边多积累点经验，有朝一日呢能够自己创业。其实我们也是刚刚开始，一起学习吧。行，一起学习。啊，我可以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吗？你说。我觉得你今天穿得太严肃了。电商平台呢，讲究的是活力、创意，所以你应该穿得休闲一点。是啊，有道理。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女人不是个省油的灯。本来就不应该把他叫过来。你看他现在把事情闹得这么大。彼得，你说实话，你到底有没有碰他？我跟你说过几遍，我是碰了他，但我觉得他是自愿的。自愿，这就是个普通的约会。可是那个录音你都听着，他不像是自愿的，他是在拒绝你啊。他录了音了，这说明他是有目的的。哎呀，这事儿吧，要不这几天呢，你就先别来公司了，
门口围着一堆记者呢。你先去酒店多待几天。我怎么可能待在酒店？这儿那么多工作，过几天我还得去深圳。你开玩笑？你不能着急呀！我不急什么？我有 family， 我有 reputation。上个月我还去参加了亚太女性权益保护会，现在闹出这事儿，我脸丢哪儿去了？你总得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想想办法。我就知道你不信我，这个女人就是想害我。我再强调一遍，我没有性骚扰她，她全是自愿的。还有那个什么，那个 DL 公司，全是他们搞的鬼。现在你去给我找一个公关公司，看谁玩得过谁。Two can play at this game。其实说是叫你过来面试，无非就是见个面，随便聊聊。小慧把你的情况都跟我说了，她介绍的人我放心啊。谢谢胡总的信任。其实呢，我对买手类电商平台一直挺感兴趣的。听严总这么一介绍，我就特别想来试试。现在的电商平台啊，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线上的斗争就是烧钱、吞并，你死我活。我们是一天也不敢懈怠啊！这不，再过几天又有一家买手类电商要上线了，所以我们非常的需要像您这样又年轻又有市场经验的人才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和我们并肩作战。胡总，您刚才说的电商是不是 New Face 顾凯雷投的那个态度商城啊？对，就是那家。New Face 呢是做游戏起家的，财大气粗啊。这一下闯入到电商界，来势汹汹，直接成为了我们的竞争对手。代理费还满意吧？满意。满意。接下来也得让我满意了啊！放心吧，我们会马上起草声明的。那就好，邓总。冒昧的问一句，方彼得先生到底有没有骚扰郑琦小姐？有，还是没有？重要吗？重要的是你们已经签了合约，拿了钱了。既然你们已经全权代理了这个案子，那你们得记住了，这个女的是陷害，是报复。你方彼得的人品、身份和地位，怎么可能去骚扰一个女员工呢？是不是啊？我已经和 HR 打过招呼了，他们会优先办理你的入职手续。那么你看，什么时候可以来正式上班呢？胡总是这样啊，飞扬集团那边呢，我还有一些交接手续没有办完，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我是这么想的，就算走了也好聚好散，别给老东家添太多麻烦。是这样哈，没关系，我理解的。我就喜欢像你这种有责任心的人。总之，我们君来家选的大门已经打开了，就等你来喽。谢谢胡总，谢谢胡总，我也希望早日加入你们君来家选这个大家庭。这是 CEA 官方微博刚刚发布的关于郑琦女士与 CEA 资本劳资纠纷的声明。郑琦女士因半年业绩考核不达标，按公司规定解除合同，公司提前1个月通知，并给予 N+2倍的补偿金。以上行为符合国家法律和公司规程。第二，郑琦女士在网络上发布的长篇微博文章，著名投行创始合伙人性骚扰女下属，女下属不从，反被辞退，其内容严重不符合事实，对 CEA 公司和方彼得先生个人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我们公司将保留对郑琦女士采取法律措施的权利。第三，对于在网上大肆传播不实谣言的某些个人和公司，我们公司也将保留采取法律措施的权利。
怎么看？这篇声明还真是简单粗暴。一，他们认为这是劳资纠纷，他们没做错。二，郑琦在诽谤，他们没有性骚扰，他们准备起诉郑琦。三，他们认为我们 DL 在传谣，也准备起诉我们。与其说这篇声明是发给全网的，不如说是专门发给我们看的。咱们怎么分析？路易斯，再去把郑琦请来。吴总这个人啊，特别相信眼缘儿。他要是看顺眼了，其他就什么都好说了。我觉得他对你的印象不错，一开始就给你一个市场部经理的职位，而且薪水也不低。哦，哎，严总，这都是您的功劳，真的是特别感谢您。跟我还客气什么？不过据我所知，你在飞扬的离职手续已经办完了吧？还有什么其他需要交接的吗？这个怎么？是有什么顾虑吗？啊，还是有更好的公司想挖你？你想对比一下？哦，不，严总，你千万别误会啊。我刚才跟胡总说的都是真话，我特别看好俊来嘉选的前景，为此呢，我也做了很多功课。但是我在飞扬集团就是一名经理，如果说来到这儿只是凭调的话，我觉得跳槽的意义是不是就不太大了？虽然职位没升，但是薪水加了呀。而且你自己也知道，这里的前景是飞扬没法比的。我知道，您说的我都明白。其实跟您说实话吧，薪水对我来说是次要的。我之所以想离开飞扬集团，也想寻求一个更大的平台和发展空间，所以呢，我选择了俊来嘉选。严总，您看，您能不能在职位上帮我争取一下？你想要什么职位？市场总监。年轻人有野心，有野心才有动力。这倒也是。我可以去试试。谢严总。不过胡总这个人看上去好说话，其实很精明。虽然你在飞扬做得很突出，但是毕竟隔行如隔山。在这里让你从经理做起，就是想考察一下你的能力。如果一开始就做总监，你总得拿出一些我能够说服他的理由啊。您说的我明白，您放心，我一定尽快向您跟胡总证明，我谭鑫凯配得上这个总监的职位。好，期待这一天。谢严总，那我先走了。慢走。可以了。咱们开始吧。方彼得也性骚扰过别人吗？我不知道。错，你知道。可是如果我说我知道，别人会不会觉得，那你为什么要跟他单独相处？你只是听说他有这样的情况啊，而且他是你老板，你不能拒绝他。那你看我这么说行不行？我只是听说他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他是我老板，在一切都没有发生之前，我没有理由去躲着他。正确。深夜接到方彼得的电话，约你吃夜宵，你没有觉得不妥吗？当时是觉得不妥。那你为什么还要答应他？我说了，他是我老板啊。据我所知，你们投行经常加班，所以一起出来吃宵夜的机会应该很多吧？挺多的。那他叫你出来吃宵夜很正常啊，不是吗？是挺正常的。那你就不应该觉得不妥。那我这么说，我接到他给我来的电话，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因为我们经常加班到深夜，一起吃宵夜的。正确。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不对了？我们一起回酒店，他让我回他的房间。那么晚了，你为什么会同意去他的房间？我再说一遍，他是我老板，而且他只是说让我去他房间喝一杯。我想，那就喝一杯，毕竟不太想不给他面子。挺好的，实事求是嘛。说的太无懈可击，感觉像是设计过的。其实不光是觉得不给他面子，怕他不高兴，还有一点就是，他比我大那么多，而且我刚调给他做助理没有多长时间，
我们并不熟。我想，他不至于对我做出那样的事情。没想到，你向公司申诉了吗？申诉了，他们对我置之不理，还要解雇我。他们说解雇你是因为你业绩不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一个项目的进展都是半年到1年，我的项目都还没有结束，业绩都没出来，而且打分都是老板打的，根本没有评定标准。挺好的，按你刚才说的再录一遍。你好，请问一下，这件事情已经发生1个多月了，当时你没有说，现在为什么要站出来了呢？那件事情之后，我一直很害怕，我以为一直躲着他，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没想到，公司突然劝我辞职，我向公司提出申诉，他们非但不理，还以我业绩不好为名，直接把我辞退了。我觉得这对我很不公平，所以现在才决定把这件事情说出来。那么晚和一个男人去酒店，你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吗？我们这一行，加班熬夜是常态，有时候经常很晚了，大家会约着一起去喝一杯，而且他是我老板，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对我有什么企图。能明确说一下，方彼得一共对您性骚扰过几次？各位媒体朋友，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我相信大家已经非常清楚了。这个发布会是我们办的唯一一次发布会，以后不会有第2次，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高抬贵手，不要再反复的询问和采访郑琦，更不要去打扰他的家人和朋友。还有就是希望大家在写稿的时候能够明确一点，这不是一起娱乐事件。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发布会到此结束，请各位到休息室，我们为各位准备了茶点和饮料，请这边。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这是一起严重的社会事件。其实，受害人不仅仅是郑琦，也包括 CEA 办公楼里的女分析师们，还有我们的同事、朋友、家人，甚至电视机前的你，都有可能或者曾经遇到过类似的骚扰。像 CEA 资本这样的跨国企业，发生性骚扰事件绝不是个案。为什么大多数当事人选择沉默和忍气吞声？为什么当受害人里有第1个人站出来提出诉讼时 ，CEA 资本敢用一纸辞退通知来解决问题？谁给他们的胆量？现在郑琦站出来揭露真相，我代表本台和妇联对他的勇气表示支持。女性朋友们可能知道，最近在美国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 Me Too， 也就是我也是的运动，得到了全世界妇女的响应。如果你在职场或者公共场合遇到了性骚扰行为，请你勇敢地站出来，举报揭发他们。本节目和市妇联权益保障部联合开通了举报热线400-521-9999，我们随时准备帮助你，捍卫你的权利。魏总，妇联打电话来了，说妇女权益保护中心要来咱们这儿了解情况，他们非常关注郑琦的性骚扰案。这件事让江总跟他们对接，让安东安排在周5下午。好的。下周3之前江总的采访真的都约满了，只有周5下午有时间。周5下午不行。怎么了？你还得安排时间让江总与妇女权益保护中心的人谈事儿。什么情况啊？魏总让你安排的。OK。喂，现在周5下午也不行了。目前来看，整个性骚扰事件已经达到热度顶峰，短短几天，全网信息量高达162.5万条。本月头10大社会热点事件里，后9条的全网信息量加在一起，还要比这件事情少20万条。这么高呀？必须的呀！我说了，你一定会火遍全网的。你看，前段你喜欢。江总，现在就看 CEA 的公关部门如何回应了。他们应该是请了新的公关公司，否则写不出那天那篇声明。
喂，你好。请问是郑琦吗？哦，是的，您是哪位？啊，您好，我是东都周刊的特约记者焦涵。东都周刊的记者。我们来处理。喂，你好，我是郑琦的公关顾问，有什么问题请问我。公关顾问，是这样，我们想就郑琦被性骚扰的这件事情发一篇特稿。哦，发特稿啊。挂，媒体统一回复。不好意思，我这边有个电话进来，稍后回复您好吗？拜拜。把你所有的私人社交账号和密码写在这里，这个是你的新手机。这个手机号码除了我们，你只能告诉你最亲近的家人。最近你不可以跟外界联系，由我们来跟媒体统一打交道。好的。微博什么 Ins 账号你都写出来。文森特，好久不见。反正人家已经开了发布会了，你知道吧？再上网看看去。网上现在到处都是 CAA 的高管性骚扰女员工的帖子，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知道吗？我给你们出了多少公关费啊？你们在干什么？道理都明白，邓总。明世既然拿了 CAA 的钱，我们自然就会办事儿，但具体怎么办，您还得要听我们的，因为在处理危机公关的事件上，我们更专业些。是，你们是搞公关的，当然听你们的。你总得说说看，你们打算怎么办呢？怎么应对啊？什么策略啊？我们准备什么都不做。什么？以我对魏哲的了解，我们现在有任何回应，他都已经想好了下一步怎么应对。只要我们跳出来，就会被他牵着鼻子走，因为人家手上毕竟有一段录音，而我们手上什么都没有。这就是你的办法呀？什么都不做，那我花钱请你们干什么呀？邓总，我的话还没说完呢。什么都不回应，并不代表以后我们就没作为，因为现在正是这件事情热度最高的时候。如果我们现在跳出来，是魏哲他们巴不得看到的，因为这样事情的热度将会越来越高，影响力就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件事情最佳的处理方式就是冷处理，最多1个礼拜，事情的热度就会降下去。俗话说得好，1个巴掌拍不响。其实他们现在就是想利用舆论来给 CAA 施压，一旦公众对这件事没有那么关注了，到时候我们也就什么都好谈了。冷处理啊？有把握吗？这若是万一……没有万一。邓总，我们什么都不回应，并不代表我们闲着，该做的准备我们照样会做，因为我们要让他知道这场硬仗没那么容易，才刚刚开始。温森特，怎么突然急着要来见我呀？你这么有魅力，想你了呗。别开玩笑。什么事儿啊？你现在火了。你们为那个叫郑琦的揭露了 CAA 资本的方彼得性骚扰这件事儿，我一直在关注，社会影响很大。你知道，我是一个女儿的父亲，我不希望我的女儿长大以后遇到像方彼得这样的坏人，所以我必须声援你。声援那就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我得有实际行动。你猜我会怎么着？给我钱呗。聪明。你揭露了方彼得，我想 CAA 已经撤资了。DL 的 IPO 融资还想继续推进吗？当然想。很好，给我一个机会，给第一资本一个机会，相信我们会全力以赴。温森特，在我的印象里，第一资本可不是什么慈善机构。你到底是要支持我们 DL， 还是要报复 CAA？ 魏哲，你的老毛病就是不改，
什么事都要一针见血的，在商言商嘛，说白了就没意思了。你知道的 ，CEA 挖过我们多少次墙角，现在我终于有机会了，我也想挖一次他们的墙角，不可以吗？祝我们合作愉快。合作愉快。这个会议是我提出召开的，感谢大家赏脸参加。我主要讲2件事。艾米，以下的内容都记在会议记录里，作为警示，下不为例。上次因为郑琦的案子，我说了一些很冲动、很不负责任的话，我觉得我应该向大家道歉。但是我的本意是希望我们能够团结。DL 走到今天这一步很不容易，在座的每一位都付出了很多心血，所以我不希望咱们因为这么一点点小事闹得大家4分5裂的。我来 DL， 我是希望能跟在座的每一位去开拓我们公司的美好的未来。请你们相信我的诚意。现在我正式向大家道歉。魏哲说的对，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团结，不能没等敌人打进来，我们自己先瓦解了。不过我也重申一点，江远鹏江总永远是我职业的领路人，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永远都不会背叛他。我也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表明这个态度。魏哲，我接受你的道歉。谢谢。我也替我爸爸谢谢你，谢谢大家。在这里，我为我之前的任性跟大家道歉。建导完了，现在我说第2件事，跟大家宣布一个消息：第一资本已经正式提出要入资 DL。温森特已经找我聊过了，他表示要支持我们继续推进 IPO， 而且投资额度大，条件优厚。之前怎么没跟我说啊？你帮别人写微博也没跟我说呀。第一资本在这个时候提出注资，难道就没有其他条件吗？当然有，条件就是我们必须打好和 CEA 的这一仗。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了？没有了。第一资本和 CEA 是死对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从道理上、逻辑上都说得过去。那也就是说，要想让第一资本注资，我们 DL 就必须要接郑琦的案子。是的。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不能认同江总之前的做法。你太冲动了，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个人的情感永远不能凌驾于公司的利益之上。事情已经发展到现在这个状况，无论是复杂的社会因素，还是第一资本的进入，我都觉得我们有必要重新讨论一下这件事情。我自己也是女性，对于 CEA 的做法，我非常的痛恨，所以我觉得 DL 应该全面接手郑琦的 case， 不仅要接，而且要做得漂亮。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在 LFW 测试集上，精确率已经达到了99.8%，
在庞大的规模量级和复杂的 Open 环境上，也高于同行业的标准。创建虚拟形象，只需要一张正面的人脸照片，即可自动生成与照片人物高度匹配的3D 图像，让好莱坞的特效技术真正的走进平民的消费。我们拥有的是什么呢？一流的技术优势，我们提供定制独有的技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全球首发。